大家好，欢迎回到北欧老吴的频道。今天是会员专享的周末漫谈，很高兴又到周末了，能够跟大家一起来做这个周末的复盘。因为本周末对美国的朋友来讲，他们是一个长周末，因为下周一也是一个假期，所以说有时间的话，又有精力的话，可以学一学缠论，把自己的这个基础打得牢一点。那么我们今天也沿袭其他就是之前几周我们做的这个看图说话。在禅师的原文里面，教你炒股票108课里面，只有少数的几个呃章里面带了插图，大部分的这个文章里面是不带图的。如果说有一个图配着它的内容，配着它讲的实际例子的话，学起来可能更容易，对吧？但是它大部分的那个内容是不带图的。但是呢，有一位师兄或者师姐，他发在知乎上，的一些配图，一些针对禅师举的实际例子，他配了好多图，非常好。我们借用他这个配图来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我们今天这课是教你炒股票第18课。不被面首的厨男是不完美的。2006年12月26号，这是这个禅师原文的这个地址。然后这位师兄或师姐，他发在知乎上的这个链接，这是萤石陪你禅中说禅。我们看一下他今天做的这个插图。第18课呀，主要讲的是跟中枢相关的了。因为从第17课开始就进入了禅师他自己的这个一套理论了，就是禅论。那么第18课其实就是讲的这个禅论的定义，禅论的这个中枢是如何定义的。那么在我之前有一次直播的时候，我发现，如果说你不了解禅论的时候，以为这个中枢其实就是一个箱体，怎么画都行，对吧？这个高低点你怎么取都行，取高点也行，取低点也行，或者说无所谓的。其实那是可能是箱体是这么画的，但是在禅论里面，禅论的中枢是有明确的数学定义的，对吧？我们看一下它这个数学定义，严格的公式，它是有严格公式的。那么次级别的连续3个走势类型 A、B、C，这就是 A、B、C 3段，这是次级别的，分别的高低点是 A1、A2、B1、B2、C1、C2、A1、A2、B1、B2、C1、C2，这是它的分别高低点。那么中枢的区间是什么呢？这就是缠论的定义了。Max A2、B2、C2、Min A1、B1、C1，这就是缠论的区间。那么简单说来就是，高点的时候，两个高点选择次高点，两个低点的时候选择高点。所以说，这就是缠论的定义。取高点的时候，一定是取那个次高点，而不是取最高的一个位置。下沿的时候，不是取最低那个位置，而是取那个相对的高点的位置，这就构成了这个缠论的这个中枢了。所以说，不是说取任意取的。那么，反方向也是一样。这个为什么用虚线呢？我跟大家之前讲过，缠论最重要的是这个构成中枢这3段。构成中枢这3段是最重要的，一定要满足定义。它的进入段还有离开段可以没有的，它是一个跳空缺口，它可以是，比如说这是一个跳空缺口上去，然后再来3段是实体的，然后后面还是可以有跳空缺口，甚至是直接就掉头向下也是可以的。所以说，不要觉得进入段也必须要有，离开段也必须要有，它完全都可以是跳空缺口。那么在这里，其实就是这位师兄或者师姐，他就用的是跳空缺口虚线来表达这个中枢的位置。那么反方向也是一样，这是上涨的，那么这就是下跌的。下跌的时候也是一样，你这个反向的这3段取的高点，高点是取的次高点，低点是取的那个高点的位置，构成了这个中枢的这个区间，对吧？你这样的话，在自己熟练之后，你就去这个很容易画了。其实画中枢，你一旦画的次数多了之后，一旦熟悉之后，你闭着眼睛能画。其实为什么好像我在做直播的时候，大家感觉我画的中枢好像特别快，因为我已经非常熟练了。这是主要就是第18课，主要就讲的这个中枢的定义。
然后我们来看第20课，禅中说禅，走势中枢级别扩张及第3类买卖点，2007年1月5号。那我们来看一下这篇，那么这个的配图，根据走势中枢的数学表达 ABC，分别的高点是 A1、B1、C1，它其实在第20课，是在这个加强或者在重复讲，因为很多人你在第18课讲了这个中枢的这个定义之后，可能很多人还不太明白，在这个课后再问，然后在第20课禅师又巩固了一下，对吧？那么分别的高点是 A1、B1、C1，分别的低点是 A2、B2、C2，就是说这是这个中枢的表达。那么中枢的期间其实还是一样，就是这是进入段2次回升，然后构成了中枢。高点是取次高点，低点是取这个高点。然后这个反向的，这是中枢的区间，它已经画出来了。这是进入段，然后2次回落，高点是取次高点，低点是取这个高点。你这样的话就构成中枢了。然后看后面这个，后面这个就是相对复杂一点了，就是牵扯到了什么呢？牵扯到了这个中枢的扩张，是不是中枢级别的扩张？那么中枢级别扩张就是，前面这个是进入段，然后这是2次反弹，这样的中枢就确认了。高点，低点是取高的位置，高点是取低的位置，这样的话就构成中枢了。那么构成中枢之后，后面的震荡，所有的震荡都是围绕这个中枢的。你只要回到这个中枢里面来，你就是在围绕住这个中枢在进行中枢震荡，那么这个中枢就进行延伸了。其实，在他的文章里面呢，没有明确的给到说什么是延伸，什么是扩张，就是什么是中枢延伸，什么是中枢扩张，他并没有给到那个明确的定义。这个是我也是看了很多其他的视频，然后结合我自己学的，然后跟其他老师学的，就是大家统一一下说法。一旦说是扩展的时候，那么就是这个中枢横向延伸，类似一幅画轴，你把这个画轴展开，那么的话，你就知道我一说扩展，你就知道它是在围绕前面这3笔构成中枢的一个扩展横向延伸。我如果说是扩张的话，你就知道其实是2个中枢，2个中枢高低点有接触，这个低点和前面的这个高点有接触，它其实是2个中枢。那么这是一个也是升级的，我们管这种叫扩张。这样的话，我们一旦统一了这个说法之后，那么我们在交流起来的时候就比较容易了，对吧？有的时候你不明确定义的话，交流起来是比较费劲的。所以说，在这种情况，它就是讲了一下什么是扩展的这种情况。你只要围绕这个中枢的这个区间，这个震荡就是扩展。好的，那么在这幅图里面，它讲的是什么呢？就是3买或者3卖，第3类买卖点。在这个进入你定义好了中枢之后，你找到了这个中枢的之后，其实啊，它这里是有2种分析方法。一种呢，我之前一直讲，我们在分析图形的时候有2种分析方法，一是非同级别分解，二是同级别分解。同级别分解就主要看中枢，比如说我这里已经定义好了中枢了，我开始进行中枢的这个延伸，那么这样的话，你在围绕中枢震荡的时候，这都是中枢的扩展，然后发现这次回不来了。这次回不来之后，这个位置就是3买，因为你其实是借用了前面的这个中枢。为什么说借用呢？因为在这里我还可以用非同级别分解。那么非同级别分解，我就会从第3这里断开。第3断开之后，左侧其实这里就是一个进入段，然后这是一个中枢，然后一个离开。那么这个中枢的这个组件就是有进入段，有构成中枢，有离开，这个结构是饱满的，对吧？那么其实，在大周期上，它就是一笔下。那么右侧，我再开始以这个最低点第3点作为这个起涨点的话，它其实是一个浪形的模式，你看到没有？是一个1、2、3、4、5。在这个第4浪回撤的时候，我们有几种方法来找这个位置。一呢是借用前面的这个中枢的位置，它没回来，没回来的话，它就是3买，对吧？然后你如果说利用这个波浪的话，那就是4浪回撤。
所以说你在为什么说这个是三买，是借用了前面的这个中枢，所以它是结合了同级别分解和非同级别分解来划分的这个三买这个位置。我们再看后面这个，那这也是一样的。那么这个左侧的这个是上涨的这种图例，那么右侧的就是下跌的这种情况，就是三脉的情况。那么也是，我这里是进入段，然后构成中枢了。你会发现，只有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它这个反弹才没回去，其他的全在中枢内部。你不管你怎么震，你只要回到我的中枢里面，都是在做中枢震荡。直到这个位置没回去，那就是三脉了。所以说，就是三买和三卖。三买和三卖只能在中枢之上，或者说中枢之下。那么一买和二卖，一买和二买，或者说一卖和二卖，它们俩的这个位置是相同的。那么三买和三卖就是跟中枢的位置是不同的。所以说，你在中枢上方的时候，比如说我们一直说，在做中枢震荡的时候吧，那么只要它继续围绕这个中枢震荡，你就是利用中枢震荡的这个策略。中枢上方力度衰竭的时候，你减仓；中枢下方力度衰竭的时候，你买一买，对吧？这就是中枢震荡策略。直到它什么时候不能这个操作呢？直到它出现三买和三卖之后，因为出现三买或者说出现三卖之后，它就要向下延伸，或者说叫向上延伸，形成新的中枢了。在中枢在出现三买或三卖的这个过程中，这个离开段或者说这个单边段，我们是不操作的，因为这个单边段你一旦操作的时候，你很容易卖飞，或者说你很容易买早。如果说出现三卖的时候，所以说，在中枢震荡的时候，你肯定是找位置做差价了。出现三买和三卖的时候，你不要马上去做差价，你很容易卖飞，或者说很容易买早。这个其实是一个经验问题，还有一个就是跟你选取的级别有关系，对吧？如果说你选取的级别很小的话，比如说是1分钟或者说5分钟，你做日内交易的话，那可能出现三买或者三卖之后，它很快就结束了。但是如果说你选的周期比较大，是日线的，它可能出现三卖之后，可能来个5段。这里不是出现三卖了吗？如果说现在看我们看的周期是那个日线的话，它完全是可以在这里走一个浪形，走5段，那么这个时间就长了去了，对吧？那可能是按月来计算的这个时间。所以说，如果说你一旦买早了之后，那很容易就买在这个半山腰了。所以说，出现三买和三卖之后，是中枢向上或者说向下移动的过程中，我们是尽量不做差价的。那么，直到它出现中枢的时候，比如说这里是已经有一个中枢了，然后出现了这个三卖，什么时候可以做呢？就是这里起码要震出来3段，哎，我有中枢了，我才开始去做这个差价操作，对吧？不要着急，很多人就是非常着急，那么你越急的话，你这个就不容易能够把握好它转折的这个位置。好的，那么这是这一张配图，我们往下看。那么这种情况其实是一样的，这个就是出现了这个中枢之后，也是你用那个先用非同级别分解一下，有中枢，然后呢右侧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其实是一个浪形的模式，以这个第3点作为这个分割点，1、2、3、4、5、6、7，只要它不回落，每次的回落都不能够碰到前面的这个高点，它就是以浪形的模式开始往上生长，对吧？它可以，我们在模型里面，这个模型也不是禅师总结的，而是我跟其他老师学的，就是有一个7浪衰竭和9浪衰竭。所谓的衰竭，就是一般到第七笔或者说第9笔的时候，它基本上就差不多结束了。好像还有一个什么理论叫九转理论，很多人我看在那个频道里面，不是在那个这个群里面，就其他微信群，还有一些论坛上有人在说什么九转九转的。所谓的九，可能到了9之后，哎，可能就是要出现转折了。但是呢，这个不是100%的对应，这个没有100%的对应。如果说你发现它这个力度很强的时候，延伸性非常强的时候，那你就要多等一等，看能不能到7或者到9，这个大概率是有转折的。在那个特斯拉身上。
我们在很多的这个尤其是延伸力度很强的时候，我在特斯拉身上看到过很多次，在小周期，尤其是60分钟上，它很多次出现过9段延伸，向上或向下。所以说，一般延伸性好的时候，你就要多等一等。那么这张图就是给到了我们，它是一种浪形模式。但是呢，虽然说是以浪形的模式，但是它这个也都是中枢，这些都是中枢，这也是中枢，这也是中枢，下面这个也是中枢，区别就是饱满度，区别就是饱满度不同，这个就是饱满度更饱满一些，对吧？那么后面这两个的话，它也是中枢，只不过它这个只是由3笔构成，那么你只要满足定义，它就是中枢，它就是3笔构成了。前面这些只不过就是出现了中枢的扩展而已，它可能更饱满一些。那么它的区别是什么呢？就是说，首先它们的级别是相等的。我们在谈论这个缠论的时候，很多时候要说到级别，级别是相同的。那么它们的虽然说是只是一个简单的浪形模式构成的这个中枢，但是跟下面这个中枢的级别是相同的。唯一的区别就是可能是它不够饱满，那么出现了这个7浪之后，它可能回来在这里把这个中枢做得更饱满一点，可能可以继续上，以这种延伸模式，晓得吧？所以说这就是所谓的区别，但是级别上是相等的。这是尤其是你看的周期大的时候，那么在小周期的时候，可能就是就要谨慎一点了。如果说它这种浪形很强的时候，你去做空它，有可能因为它浪形很简单，比如说是日内的结构，说明这个力度强啊。结构越简单，说明力度越强，说明多空看的这个选择方向是一致的。什么叫多空选择方向一致呢？是多头和这个意愿很坚决，它拉升的时候非常坚决，对吧？稍微有一点回撤之后，直接就往上走。那么空头发现，哎，它也能多空达到了一个共识，它就不会去做空，它的争夺性非常小。这种中枢构成越简单的，说明多空的争夺越小。那么一旦出现这种方向的时候，你就要做反方向的时候要非常非常的谨慎。这就是这种一定不要去做逆势的单子，因为它的浪形很简单，说明它的多空一致。就主力判断的一致的时候，你去做逆势，那很容易就被埋在里面。那这个也是一样的，就是反向的，对吧？那么就是下跌的，这里构成中枢了，然后离开的时候就是以我刚才说那个以浪形模式，这种形成浪形的时候，我们就要多等一等，直到它形成中枢的时候，哎，这有中枢了，基本上就快结束了，因为有2个中枢了嘛，对吧？按照禅师90%以上，即使是你这个周期很小的话，比如说是5分钟、15分钟，可能出现2个中枢之后，基本上也能够结束这个。这是在股票上，但是如果说你操作是石油了。是黄金啦，或者说什么天然气啦，对这种大宗商品或者是外汇，这种不一定，因为它的延伸性更好，在外汇上，在这个大宗商品上或者期货上，它的延伸性更好，那么它可能形成3个、4个中枢都可以，但是在股票上或者说标普的大盘上，基本上两个。就是即使是可能是5分钟上的中枢，五分钟这个周期的话，基本上2个就完事儿了。好的，我们再往下看这一课的第20课的这个内容比较这个复杂，所以说它的配图也比较多，就是这位师兄或师姐他做的这个配图也比较多。我们看这个，这是一个实际的例子了，这是禅师说的这个工商银行，然后工商银行的日线，然后他在这个位置说，工商银行在12月14号构成了典型的日线级别第3类买点，对吧？这里有一个中枢，然后他说这个位置出现了一个回落，2根 K 线。然后还是一个买点，所以说不要去追涨杀跌。我们买的话，永远是有回落的，你永远不着急去追它，那么它永远会有回落，它不会一直涨的。那么有回落，你会发现这里有一个中枢，但这个中枢是次级别的中枢。虽然说我们现在看的周期是日线，但是这里是有一个2次回落，它是在60分钟上或者30分钟上是2次回落。这个中枢不是日线的，所以这个回落的这个300也不是日线的300。这个是区别一下，禅师这里虽然说是日线级别的第3类买卖点，其实它指的是日线这个周期，并不是指的这个缠论的这个级别。我们看这个北辰实业，也是他举的例子。北辰实业在10月14号就是这个位置，然后构成了日线级别第3类买点，对吧？这也是有一个
基本上就是横在这里，它的小周期肯定是有中枢的。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简单的办法，就是有没有3根 K 线，超过3根 K 线的一个并排，它的这个次级别或者说次级别都有中枢，但是它这里也有很多的3根 K 线，但是你会发现这里是明显超过3根，可能是有18根 K 线，在这里只有3根，说明它的级别大，说明这种的级别大。你利用这简单的这个 K 线，因为这些 K 线的这个个数代表了周期啊，周期越长，它这个周期越长，说明它的次级别震荡的这个扩展的这个次数越多，对吧？我们是到9开始升级，9、18、27，那么你利用这种方法的话，你就知道了，它的这个中枢的个数其实代表它的级别的。那么它俩级别不同，对吧？这个级别可能跟这个级别是大小差不多的，那么就造成了2个中枢了，对吧？这是第一个，这是第二个，那么又上一次基本上就结束了。所以说你利用这种简单的方法，你不需要每一个图形都要看到它的次级别、次级别，你要熟练了之后啊，拿眼一瞅的话，你就知道这个图形是不是大概齐的，还能不能够继续往上涨一涨，对吧？所以这就是在你熟练之后的一种情况。好的，那么的话，这就是第20课所有的这个配图了。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平时要做的这个复盘。下周比较重要的经济数据要来了，但是这个本周日，5月25号那个下午2点40，还有一个美联储主席的讲话，应该参加某一个活动，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么周一的话，是因为我之前说了，那个这个周末是长周末，周一是这个纪念日，那么周一是休市的。周二这个有一个消费者信心指数，周三有一个美联储的这个会议纪要，但是这个会议纪要是上个月的，应该不会有太多新鲜东西出来，可能更多的就是在讲，我们要等待，我们要看数据，那么数据来了，周四的话有 GDP 数据，对吧？然后这个还有一个跟就业相关的，还有原油数据，然后周五就更重要了 ，PCE 数据。所以说，最重要的其实在3、4、5吧，3、4、5，再加上现在这个标普这个大盘呢又在一个比较敏感的位置，可上可下，所以说下一周这个数据又比较多，那么肯定是一个数据驱动的一个行情。好的，那么来我们看一下我们要分析的这个这些具体的这个标的了。先看一下标普，现在的周期是这个月线，我的每一个分析都带这个水印的，后面都带这个周期，所以大家看起来的话比较方便一点。那我们看一下月线，首先拿一张图，你一看这个裸 K 的话就知道，哎呀，有出现顶分型了，对吧？任何的转折，我们说过多次，任何的转折都要有顶底分型。但是出现顶底分型之后，不是说100%它就要回落一笔，你要看它的次级别内部。内部如果说出现了背驰的时候，它是完全可以结束这段下跌的。说单看一个周期，有的时候是比较片面的，你需要结合多周期。那么如果说它的次级别这段，它的浪形非常强，那就有希望出现回落一笔呀，对吧？这就是你利用那个多个周期来判断这个顶底分型是不是一个中继的，这是一个进阶的一个知识，或者说进阶的一个技能了。那么现在是出现了顶分型之后回落了3个月啊，然后现在又开始出现反弹。如果说它在次级别不能够再次突破6147的话，就会在次级别出现一个二卖。那么次级别出现二卖之后，它有可能会现在看的这个是月线，那么之后的，比如说现在是这个5月份，马上5月底了，那么6月份可能是要这样走，7月份、8月份、9月份、10月份，然后跌破这个4835，这样的话月线上就回落一笔了，对吧？所以说，就看，首先看本月这根 K 线能收成什么样，然后再看6月份是不是要再次突破6147，不能突破的话，那么次级别就会给到一个二卖。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次级别。首先2个方向都要看，对吧？你既要看3491的这波上涨是不是没结束，它没结束的话就要打掉这个6147，或者说它可以围绕这个第二个中枢继续在这里震，对吧？按照我们刚才这个教你炒股票应该是第20课，对，第20课，我们刚才已经看那个图形，形成3笔之后，你不要管这第3笔，这个第3笔是不是有点怪异，怎么这么长？但无所谓啊，它只要有这个这个重叠的空间，重叠的部分就构成中枢了。
它这个中枢的形状是没有办法定义的，不是说每一个中枢都要规规矩矩的这种，它可以是完全是这样的，不影响这个中枢的定义就好了。所以说，这是前3笔，如果说构成了中枢之后，那么它完全是可以围绕这个中枢震，它不需要打掉6147，它可以一直在这震，震出9段升级，那么前面全变成进入段也可以，然后再往高点走，甚至是18、27都可以，对吧？然后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就是直接打掉6147，那么这个结构就相对饱满了 ，A 中枢、B 中枢离开段进入段，所以说这个中枢是这个结构是很饱满的，这是打掉这个6147。再有最次的，或者说对我们经常喜欢做多的，那就不太友好的就是不能够突破6147。现在看的周期是周线，那么就会出现周线大二脉，那么看它是走反向。这是一次就是反弹确认。如果说下来之后，首先不尝试跌破4835的话，那么会再次弹一次。这样的话，你可以利用这个趋势线画2个趋势线，趋势线很容易画，就是高点连线，有2个高点就可以画出趋势线来。那么第3次再到这个位置，基本上就会形成压力位置。那么看着它形成这个压力之后，那这样的话就会形成一个反向中枢。所谓反向中枢，就是要向下走的这个中枢。看看这个位置是不是要形成下跌了，对吧？2次反弹确认相当于，然后又有一个趋势线。如果这种的话，那么到了2次反弹确认的时候，这个位置是一定要多卖一卖的，这个位置也要硬一硬，就这个位置首先要硬，因为你不知道这个是要一个再次跌破4835与否，对吧？如果说是一个跌破4835的话，这个位置你不硬的话，那后面空间就大了去了。如果说发现回落的还比较弱，没有跌破4835，那就是一个二买啊，我们再买回来嘛。这个位置卖了，我们这个位置再买回来，然后发现这个反弹更弱，那么这个位置我可能要多卖一点了，因为它是2次确认了，晓得吧？尤其很多图形上，不单单是什么周线图形，你把它这个放到其他周期上也是一样的，尤其你做日内也可以的，2次确认，你发现这个没有突破前面的高点，这个位置一定要小心，它可能直接走反向。就是在这个周线上，我们利用这种图形推演，然后看一下这个裸 K， 本周啊，这个 K 线是相对比较空的，它把上一周的 K 线全部给包含了，形成了一个晕线。所谓晕线就是后面这根 K 线它给包含了，类似一个怀孕的一个状态，对吧？这是一个后包含，也可以是这种，就前包含。前面这个 K 线把后面这个 K 线在前面这个 K 线所有的范围之内，这就是前包含。那么这个是后包含。前后包含在传统理论里面，他们会经常说是不是有晕线？那么晕线容易出现在这个转折点，晕线容易形成转折点，所以说这是我们需要警惕的一点。那么还有就是这有缺口，对吧？这有一个缺口，本周收盘或者本周内的时候，它把这个缺口稍微补了一点，但是现在这个缺口还没有被完全补上。那么它如果要补缺口的话，那就要我们把这个价格，这是5月5号那一周的高点5270给打掉。那么它就如果说下跌到了5270.1了，那么这个缺口就会被补上。所以说利用缺口的话，你也能知道它的可能的潜在的下跌空间。但这些都是预测，只能是在你分析的时候做一个完全分类的方法，看一下，你心里有数，知道什么位置有可能会出现这个回落或回落的这个可能的空间。但这些都没有100%的这个绝对性，所以说呀，都是在预测的范围之内。我们只能是利用完全分类的方法，找一找看有没有可能的这些潜在的位置。那么你也可以利用这个黄金分割，这是我们应该在之前分析的时候，从这个起涨点，然后看它们能够到这些位置，到了这些位置它，不是说到了这些位置就肯定要得到支撑，而是说更可能的得到支撑，因为这是这个1/3，半分位2/3，对吧？其实就这么个意思。到了这些位置可能更容易得到支撑。那么到了这些位置之后，我们要看有没有底分型出现，先要有底分型啊，我们有双触发的。什么是双触发呢？就是首先是底分型、顶底分型触发，没有顶底分型之前，它是不可能转折的呀。首先要出现底分型，出现底分型呢，我要看它第2个触发。第2个触发是什么呢？是这个内部结构，它的内部结构要有背驰的。首先最少要有3段背驰，
那有可能多的话要有5段背驰，甚至要带中枢的，有可能力度强的话可能要带2个中枢的，对吧？什么情况不知道，但是最起码要给到一个3段背驰的时候才能进，就是它的次级别要有3段背驰才可以。一定是双出发。双出发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让我们的这个买的这个转折的位置最大限度的接近拐点。你如果说买在拐点的位置，那多爽啊！买了就涨，卖了就跌，那不是非常爽的吗？这是这个最美的了，买了就涨，卖了就跌。所以说，我们之所以用双出发的目的是提高我们的这个成功率，提高你买卖的这个成功率。那么你不用双出发的话，你有可能买的是一个中继的，对吧？你买了发现这个是底分型，你买了，但是你没有利用双出发看它的内部结构，但是有可能只是一个中继的，可以延续下跌。还有一个简单的办法是什么呢？就是看这个我们之前教给大家的这个看裸 K， 看有没有3根 K 线的重合，这是最高点下来，你看这里就有一个3根 K 线重合，对吧？然后这是进入段、离开段，在次级别，它就是带中枢的。如果说它不带中枢的话，那可能它的力度就比较急了。但这种它也没有3根 K 线重合，但是它转折了。这个时候你利用这个所谓的3根 K 线，看次级别有没有中枢就不适用了，对吧？这只是一个大概齐的办法，就是你偷懒的办法。你不愿意每个周期都去看的话，这是一个简便的方法，但是并不精确，并不够精确。所以说，很多时候你有偷懒的，也有偷懒办法，对吧？但是你可能就不够精确。你买的时候很有可能，你看这个没有3根，你一直在等啊。我说等吧，老师说有这个必须要等3根 K 线，你等，他没有不给你，直接就上去了，对吧？然后我们再看一下什么呢？看一下4835到这个5968，就看一下最后这一笔的内部，看看它虽然说现在周线上是形成了包含关系，但有没有可能只是一个短暂的，下一周再涨回来呢？下周以一个大阳线再涨回来也可以啊。我们看一下它的内部结构，就是看一下内部的结构是不是饱满结构啊，还是只是一个浪形结构，对吧？我们刚才已经讲了呀，多空这个结构越简单，说明这个多空的这个共识性越强，对吧？那么从这个4835的话，如果说你以这个浪形模式分析的话，其实就是一个4浪回撤，现在在一个4浪回撤的过程中，但是第4浪有没有结束，你在本周期是没有办法判断的，或者说它连最起码的底分型都没有出现呢，那说明这个4浪可能没结束，它可能继续往下走一走。你只要不碰到前面这个1浪的这个顶就没有关系，那么就可以有5的话可以再次突破前面这个3浪的高点，或者说直接不背驰往上走也可以。如果是不能够突破这个前面的高点的话，那么就在这里做中枢，对吧？这是我刚才跟大家讲的嘛。出现了一个浪形之后，它不一定结束的，它可以回来做中枢，然后继续在这里震也可以，甚至是直接往上走也可以。还有一种就是出现了中枢了，浪形不是完事儿了吗？它也可以往下走反向的。但是那种情况什么时候会更可能发生呢？这里你先把这个中枢类中枢画出来，它先要回来，对吧？首先回来的力度就有讲究了，是在这个中枢的上沿儿以上，还是说在中枢下沿儿了？如果说到下沿了，那这个反弹力度非常弱，那这个位置可能就跑了，因为它是一个日线2脉，直接走反向。那么的话，虽然说左侧也是一个5浪，但是因为它这个下杀的这个力度很深了，那么就有可能一个弱反直接走反向了，是这样走了，对吧？所以说，在出现5浪之后，你首先不知道是不是要做成中枢之后继续往上走，最关键的就是这笔反弹，这笔反弹一定要强，或者说在这里震也可以，但是一定是出现又是弱的。回来之后，首先它回拉的很深，然后这笔反弹又很弱，然后这个下杀又很狠，那直接就断开了，就直接就可以知道它是一个大周期的，就是它的上一个周期的一个中枢震荡。好的，那么的话，现在在这个标普的话，日线就是还是在走第4段没结束，所以说我们要看一下它的小周期上。这就是我们经常在做这个直播的时候跟大家一起追踪的这段了。我们现在可以简单的先把这个5968这里作为一个分割点。那么5968左侧的话，我们简单看一下，4835上涨到5968，
A 中枢、B 中枢、C 中枢，AB 高低点有这个接触，说明升级了。然后2次回落300是下面这个升级之后中枢的300，然后最后这个小中枢，我们关注这个小中枢的时候，发现在这里震，然后又离开，然后又一次回落，这个300是下面这个小中枢的这个300，然后又打了一个高点，形成了一个3段背驰，这个结构已经很饱满了。如果说从5968要断开的话，从4835到5968这个结构已经非常饱满了，这是一个大 A 中枢，然后一个300，然后一个 C 段，这是一个非常教科书式的一个结构，对吧？按照我们的模型能够完全对应出来这个结构。那么这里要走反向的话，你看它这里从5968这个下跌，首先这笔有点深，然后这个反弹有点弱，就造成了它这里有希望要走反向。但是因为这个周五收盘的时候啊，它又出现了又是一个很弱的反弹，因为它踩到了这个120小时均线上，这笔又形成了。那么这里你就要调整它这个画线了，怎么调整呢？那么第一笔就直接要拽到这个5767了，我们把这个调整一下，第一笔就掉到这里，然后第二笔反弹，这个位置反而形成了一个潜在的一个3脉。5829这个位置反而成了前面这个中枢的3脉点，这跟我们刚才学习的那个第20课这个例子不一样的吗？对不对？一样的，这就借用了前面这个走势，然后这个反弹回去没回去，这就是潜在的一个3脉啊。在这个我们看一下这是哪天，在周四的时候出现了同样的情况，然后一个快收盘的时候给到了一个快速往下杀。那么在周四的时候你就应该应了，周五可以做一下反弹，发现又很弱，然后周五收盘之前又是一个这种情况。那么不知道你有没有应啊？这种情况是需要应的，因为它现在开始走下跌的这种，你不知道它衍生出来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构，它完全是可以在这里这样生长，啪又一个下，然后在这里再做了一个中枢，才有可能结束这整个的这段下跌呀，对吧？现在只是开始生长的第一阶段。现在才第一阶段第一笔有可能都没结束呢，所以说这个你一旦不应的话，那说相当于你的反应是迟钝的。好的，这是针对这个大盘指数，我们啰啰嗦嗦说了挺长时间的。我们再看一下，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再看一下其他的，简单讲一下这个 QQQ。好多朋友可能比较这个喜欢做 QQQ，QQQ 的话是大科技公司的一个ETF。但是在图形上，其实它跟标普差不太多，月线上也是一样，你看到没有？结构是一样的，也是这个540这个位置没有打掉，周线上一样的，有一个中枢在这里，然后现在是回到中枢里面来了，然后方法是跟我们刚才分析一样，看它是不是要再次突破540，还是说在这里继续震，那我们就要分析一下402到523的内部，然后它的内部也是一样，如果说浪形的话，就是也是一个1、2、3、4的话，现在也是没有办法判断结束，然后又看小周期，结构一样的，对吧？这里也是有一个类中枢，然后在周四的时候给到了一个同样的结构，这个位置如果说你一直盯着的话，那么弱的反弹你肯定要减的呀。然后周五一个调控缺口下来，它这个比那个标普很强，你一比较就知道为什么它强了。标普是踩到了120小时均线上，它离120小时均线还有点距离呢，说明这个 QQ 大科技公司这个图形是强的。但是它也是反弹也够一笔了，那又在收盘之前又形成这么一个结构，所以说你有没有应啊？这是最关键的。方法都差不多，分析的方法都差不多，你只要掌握这个方法，什么都能分析。然后我们再简单看一下这个震荡指数 VIX。那么这个 VIX 的话，我们之前是一直跟踪它的，因为它是什么呢？它是这些机构，这些大的这个机构在出现大的震荡的时候，他们感觉这个市场要跌了，他们可能去买期权做对冲，就会体现在这个 VIX 上。那么这个 VIX 的话，每一次大的上升的时候都是什么呢？我们之前说过很多次，都是在0轴附近。这个每次大的上升的时候都是在0轴附近，所以说现在好就好在，只是刚刚形成了交叉，快慢线刚刚形成了交叉，是要转折必须要交叉的。
这个快就是学传统理论，他们管这种叫金叉或者死叉，这是金叉，这种叫死叉。向下的话，这就是死叉。往上走的话，他们管这个叫金叉。但是金叉死叉其实无所谓，我们看的是什么呢？我们是看的是形成交叉之后的快慢线的张口，就是说形成交叉了，但是你这个张口张的要大才有力度，这个张口大小代表了它这个上升的动能，对吧？所以说不单单要看是不是要金叉还是死叉，要看这个张口才可以。它这里是被压回来了，自从这个60之后被压回到这个中枢里面来了。我们这里是有一个中枢，然后也是压到了120天和200天之下。现在是形成了交叉了，那就看它能不能够快速往上拉升。你看前面这里，我们借用前面的这个例子往这个看一下它形成交叉之后，这个位置也是形成了交叉了，但是在这里横了很长时间，一直在这里横。代表了这里一直在这里没有特别大的起色，对吧？它是在0轴以下，然后直到再次交叉，它相当于交叉之后，然后又横了一段时间，又再次交叉，这个才开始张口，然后到这个，但是它没有冲上去。那么最牛的就是这种在0轴附近的，这个离0轴前面这个离0轴还有点远，离这个 MACD 的0轴有点远。那么这个位置的话，基本上就是从0轴启动的。所以说，一旦从0轴启动的这种趋势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引起注意，对吧？这种的力度是非常强的，因为0轴是多空的分水岭嘛，这是我们禅师给到我们的0轴。MACD 的0轴就是多空分水岭，尤其你这个周期比较大的时候，0轴以上就是多头占优，但是因为这个 VIX 是做空的或者说反向的，那么这个0轴以上就是空头占优，0轴以下的话就是这个多头占优，所以说就是区别。那么现在它还没到这个0轴，但是就关注的就是看它这个张口，还有到了0轴以后能不能够先停一下，还是说能够直接冲上去。但是因为它这个位置已经相对的偏高了，对吧？它这个前面这里往上冲的时候，这个往上冲的时候，它是以这个60天线，不是60天线的，120天线和那个200天线作为这个支撑往上冲的。它现在已经冲上来了，所以说有点偏早一点，对吧？如果说基本上到位置了，如果说它要到位置的话，那说明那个指数那边也不会大跌，就看还是要关注。就是说，这都是一个相对的这个前瞻性的这个说法，就是以完全分类。但是我们以这个当下分析的话，还是要看，下周，尤其是这个几个数据叠加的时候，看它能不能够刺激它快慢线快速张口。那么如果说这样的话，它可能要往上涨一涨。这针对这个 VIX，然后我们今天再看两个平时比较少看的，就是这个美元指数，还要再看一个这个时间债。如果有时间的话，再看一下黄金，就基本上就结束了。我们先看一下这个美元指数，美元指数还是挺有意思的，因为这一届川普政府的话，他们其实是虽然没有明说吧，虽然说没有打明牌，但是呢，他们其实是默认的想要一个弱势美元。这样的话，弱势美元它会刺激这个本国的货币、本国产品就变便宜了嘛，它就是有利于出口的，对吧？或者说它可能是强迫其他国家的这个货币升值。你会发现，很多消息会这个指引到这里，就是它是一个弱势美元的这么一个追求。我们看一下美元的这个大周期，美元大周期其实走得非常规律。看一下 12M，12M 呢就是这个每一根 K 线是1年，每一根 K 线它在一个大的区间里面，这个区间还是非常的清晰的。这是从这个图形从67年开始，因为它之前应该还有，但是这个 TradingView 上只有67年，67年到现在，在年线上它有一个大的趋势，大的这个区间，基本上就是120、120到80，它有这么一个大的区间。现在这个价格是在90多，是偏高的位置，偏上的位置，对吧？那么中轨在哪儿呢？中轨在92，这个为什么我们之前分析这个美元指数的时候，我说，这个中期的话是先看到92，就是以这个中轨从这个最低点上来之后回调的中轨在92附近，再加上前面这里是在92这里是震过一段时间的，所以说我个人的话是看，比如说这个2、3年吧，可能最终要到92附近才能够得到支撑，更差一点的可能就要到87了，就87、88。可能是基本上是极限了，
一般它的大的这个转折的时候都是有大事件。我们可以看一下前面这里，我们把这个每一个大的事件这里给它标出来，你会发现每一个大的事件的时候，它对应的都是一个大的国际事件。这是一个92年1月份，这是08年1月份。92年的时候应该是这个海湾战争吧，然后08年就是这个次贷危机之后，美联储开始这个印钱，然后这是92年就是打仗嘛，就是因为一旦打仗的话是刺激这个美国的这个叫什么武器出口，对吧？也会带动其他的一个产业。所以说每次的转折这种上涨的时候，肯定都对应大的事件。那08年就是这个美联储开始这个往里印钱呢，造成了这波上涨，也就是美元开始这个往上升。所以说非常有规律，尤其是在长周期上。那么我们现在就看它这个能不能够回到这个位置来，然后小的周期看一下这个周线上。那么周线上其实从110这里下来的话，还是一笔呀。110下到现在，虽然说你看它这里有过几次强势的反弹，尤其是最近这个，但是都不够比，所以说还是一笔下来。然后日线上结构就比较清晰了，从110这是进入段3段构成中枢，然后就以浪形模式，对吧？这跟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模型是一样的。这现在是日线上，1、2、3、4、5，再走第5段。那第5段可以不打掉97，可以在这里再做第2个中枢，这是 A 中枢、B 中枢，然后再打低点，对吧？走离开段也可以。那么最差的就是这个直接再次跌破97，如果是力度强的话，那就是一个1、2、3、4、5、6、7了，对吧？那就看是否跌破97.92，你不需要预测的，你只需要慢慢等待就好了。那么从这个101.97这个位置下来，它走的不是那么流畅。所谓是不是流畅呢？就是看它有没有 K 线重合嘛，有没有3根 K 线的重合，对吧？现在看这个周期，这里有3根，说明它的内部已经有2个小中枢了，所以说可能大概率是不会跌破97，先弹一次再下。这就是这个在日线上。那么至于如何选择的话，我们不知道。那么在这个月线上的话，为什么还说是92呢？还是因为月线的这个200月均线刚好在92这里，也刚才跟我们这个看的年线上那个中轨，也就是半分位也在92附近，对吧？所以说最差的话，我们目前跌得狠的话，可能会到92，这是这个针对美元指数。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十年债，十年债的话是最近市场，也就是刚刚过去这周，市场上关注度比较高的，因为它最高冲到了4.6了已经，那么还是相对比较高的。其实十年债，你看月线的话就知道它在争夺什么。它从这个0.3%开始起来的，1、2、3、4、5，这是月线这个周期是走了一个5浪，5浪之后回来，哎，开始做了一个月线中枢了。这个月线中枢，这是不是能够继续往上冲，取决于这笔反弹呢？首先，这笔反弹已经够比了，这是我们刚才在这个做例子，举例分析、做完全分类的时候已经说过了。反弹这笔，首先出现了一个月线反弹，已经结束了，成比了。那么，其实，在月线上，它有2个选择方向。新的一笔还没有生成，新的回落这一笔还没生成之前，你就不能说前面这笔上涨结束，对吧？所以说它其实没有方向的。它要么再次突破4.8%，要么再次跌破3.86%，就是选方向，看它是不是要延续这一笔的上升，还是说是新笔的生成。所以说这就是你需要从3.59这里分析一下次级别，这就是我们用3.59这里断开，我只看3.59右侧的这些。那么在这现在看的周期是周线，那么在月线上，它这一笔已经成一笔了。所以说它要么是再次突破4.8%，要么是再次跌破3.8%。那么这样的话，在月线上就会有方向，现在是其实没方向的。那么在周线上也形成了一个类似一个3笔的一个状态，它在周线上这里其实是有一个中枢的，对吧？你也是可以把这个当成进入段也可以，然后是2次，它可以再次突破它，形成一个3段。那你这样的话可以算一下它的这个是不是有等比例在哪里？等比例是在5.07%，5.07%的话是已经突破了前面的这个高点，突破了这个5.02%，最高点是5.02%，对吧？那它如果说真的是要往上走的话，那就去等比例了，
5.07%，这个位置刚好也是一个关键的0.618，看到没有？非常关键的0.0不是百分之啊，4.6%是0.618的位置，也不奇怪为什么这个位置受阻的原因。但是你看它这个 MACD 刚好是在零轴这个位置，如果说从这里起势的话，那基本上就去等比例了，那可能就要到5.07%了。它如果说到5.07%，那股市这边可能就要跌个10%-20%了，晓得吧？因为这个债券市场，尤其是10年债，它的那个体量是非常大的，它比它的体量是最大的，尤其它的流动性是非常好的。因为按这个债券市场暴跌的话，那么股市那边也不会好。所以说，如果说他要选择往上走的话，我们一定要注意股市那边是不是相应的会出现什么大的变化，尤其是在这个比较关键的这个位置。如果说它这里先沉一下的话，也可以，就是这是进入段，我再来沉一笔，然后再下再上也可以。那么这样的话会给到我们一些喘息，对吧？先，因为它要回落的话，相当于这个国债那面可能是上涨的，那可能那个也会带动这个风险喜好，相当于股票那边可能也能涨一涨。所以说这就是这个它跟股票的一个对应，就看它呢是不是要选。那最好当然是往下走了，对吧？这样的话就是相当于这个月线上那一笔就形成了，就回落。至于怎么选不知道，还是要去后期跟踪。那么最后我们再用1-2分钟时间说一下这个黄金。黄金的话，这波上涨还是比较强的，那么有点出乎我的意料。我之前有一个朋友可能在一次直播的时候已经问过这个黄金，我们当时大概讲过，从这个18101810这里上涨的话，它是已经出现一个三个中枢，三个中枢都没有接触，高低点都没有接触，是一个趋势上。那么到了这个位置的时候，我们当时测过的，我们当时测过是什么呢？它是有一个等比例的位置，从这个最高点3500，然后它是有了3段，我们当时测出来过，它有一个等比例的位置，对吧？当时他问的时候是在这里，当时他问的时候在这里，他问能不能够进，但我当时的建议是什么呢？因为我当时是参考了周线的，因为周线当时已经回落了4周了。我当时看它这个更可能，或者我个人更倾向于它是跌破这个3120之后，给到周线的一笔回落之后，再在这里做周线大中枢，或者说直接是一个出现新高的一个走势，对吧？所以说每一个人的分析，他没有办法，就没有人能够预测这个是否要转折，是否要延续的。你要做的时候，别人的意见都只能是参考，晓得吧？就是因为在买卖的时候，鼠标在操作在你的手上，不是在其他人手上。你一定是要有自己的一个判断，不能够别人的那个判断都只能作为辅助的一个分析，对吧？兼听则明，但是你一定要有这个主心谱，这个主心骨，自己知道是要怎样操作，而不是说啊他说了这个应该买我就买，或者其他人觉得是好像是分析的头头是道的，我就听他的，这个不行。你要把这个主动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上。那么他又回来了，相当于做第4个中枢了，从这个1800这里 ，A、B、C 开始做第4个 D 中枢，但是呢。还有一种就是这是以同级别分解，以中枢分解，它现在没有突破3500，对吧？它还是可以以这个3500作为分割点。那么这里在这里震，然后还可以直接走反向，也可以。你只要没有突破3500的话，都存在这种可能性。所以说现在你能做的其实就是先在这个小的中枢这里做震荡，就有潜在的这么一个日线的中枢。但是呢，日线的这个中枢，它这个第3段。如果说这个作为进入段的话，它是1、2、3，这个3还没结束，对吧？它可以继续再涨一涨，涨到这个3438这里，涨到3438就是这个中枢上沿嘛。好的，那么的话，我们就今天就分析到这里了，再见。